桂花养护必浇尖儿。之前教你们桂花浇尖怎么救，很多人都给我救活了。那么咱们今天分3种情况去讲解桂花如何避免它浇尖，让你一次性成活啊！不要等枯掉叶子以后底下秃了，咱们再去抢救。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咱们从网上买的这种营养波的这种桂花，到家不换盆的啊。分享一个小方法啊，咱们可以找一个瓷盆或者是塑料盆都 OK， 给它套进去，放一些火山石啊，1/3的一个火山石啊。第一个是避免积水，那么第二个就是底部的高湿度诱导桂花的根系呼呼的往下生长啊，这就湿度诱根法。那么这种营养波式的这种桂花你要记住了，要勤浇水，勤浇水啊，你不要怕浇水。套盆以后几乎就是1到2天浇一回啊，这个土不能干。桂花土干以后，它的根儿会坏死啊，坏死以后你再浇水，这个根儿腐烂产生的桂花大面积的焦尖，包括新芽长出来，它也是焦尖的形态。本质其实就是在根系上。那么第二种情况，到家就换盆。桂花这个东西在我眼里不存在缓苗到家就换盆。咱们换盆的时候你不要说底下去添土，然后桂花直接坐里啪啪一添土，简单清晰明了完事儿再加上你买的新土质过细这个桂花周边这些根儿全给它闷里后期95%的概率大面积焦尖，新芽生长也焦尖。那个时候你还要回来去救，彻底解决要梳理土球这种沙子配红土的小耙子也好，筷子也好先把表面的土给它去掉一层，去到什么程度？盆面根系露出来然后用耙子的一角去抠土球。咱们抠土的时候这个根系顺带的就已经抠出来了，中间留护心土，是吧？给它梳理成像一个悬空的小岛一样根系露出来。那么换土的时候，咱们建议用塑料盆你不管是青山盆，你还是加仑盆，底部的排水要好一些都 OK 你不要说一次性到位我直接用瓷盆种，先养活，后期养护的话，你再换瓷盆，那样是 OK 的是吧？底部排水透气好的咱们不用垫陶粒。那么种植的手法很重要咱们这个根系梳理开以后，咱们要手动的给它给它平摊一下这个根系要平摊一下，缓慢的给它放在花盆里。这样最大的目标是让这个根系分散它能够更好的接触到新土。那么从选土上排水透气好一些的酸性的土，是吧？颗粒大一些的不要用很细那种土，后期影响你浇水尤其是浇水时间长以后，这个土下沉后期的下水速度非常慢。很多人说卖家桂花要用田园土你用田园土种完，你浇不了水，你后期还得拔出来，你还得换土你为何不一次的给它用好土直接种上，还提高它的成活率还少折腾。平摊以后周边去添土周边添土的铁砂掌要这么抠这么抠，是吧？给底部这个根系给它塞实一定要塞实，顺带着干什么？让它这个周边刚才咱们梳理出来分散的那些根系让它向下压，向下去生长这样根系它和新土贴合的好这样是加大它发根的一个概率。周边土添实添实以后拿盆它不掉盆都不掉，这合格了 OK 了然后咱们把盆面多余的土再给它拿掉你种别的花用去盖这么多土浪费，根系还不好呼吸。给它撒2勺这个微生物有机肥。用这个肥的目的是什么？你要了解清楚。第一个，微生物繁殖起来，刺激植物开花的长根第二个，桂花喜欢酸性土壤咱们加微生物以后，微生物会持续性的调节土壤的酸度，你后期不用去用其他的东西再去调酸了，够用了。那么第三个浇水以后，如果后期出现板结，微生物能够预防板结，让植物根系一直处于一个好的一个生长环境、生长生态，这样这个根系不出问题，你后期花越养越好。这个是用这个微生物有机肥的一个目的。每用一样东西，你要了解清楚它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时候不用氮磷钾为主的肥料因为根系咱们动根看着根了，根系受伤的比较狠，你氮磷钾施进去吸收不了。盐分，土壤的盐分一旦过多这根系
不长反而烂啊！咱们定根水给它浇透浇足啊！什么是浇透浇足？就是你浇完水以后颠盆，盆很重，你要颠盆，盆很轻的话，你就没浇透啊！一定确保浇透。缓苗的时候，咱们的土要保湿，保持湿润。那么缓苗的光线看温度啊，你20度以下可以直接放在阳光下，但是你什么？水你要浇足啊，土一点都不能干。那么20度到30度可以给一些上午的一个光照啊，你10点之前那个光照放在那儿。同样的浇水，盆面土潮乎的就得浇啊，你不能等盆面土干啊，这换盆的前15天左右啊，你要勤浇水。那么温度30度以上，你要明亮的闪射光就 OK 了。那么浇水啊，这3种情况咱们浇水都是盆面土不能干。你至少换盆前15天，盆面的土不能干，这样它不会掉叶啊。等它根系长出来以后，可以稍微的控水，温度降到25度以下，夸夸的开花，你就闻香味就可以，对吧？这样解决你后顾之忧，后期桂花非常好养。那么第3种情况，咱们买到比较粗、比较大的这个桂花，那么这个就是咱们花友拿出来大面积浇尖救治的啊，经过我的救治。后期长的叶片都非常好，不带焦尖啊。这种桂花到家我换盆不方便怎么办？那么第一件事到家以后啊，商家给你种好了啊。第一件事到家以后，盆面的土给它松一松啊，你用小耙子也好，用这个筷子也好，用手也好啊，给它松一松，轻微的松一松。盆面多余的土啊，不要了啊，都给它扔了，不要了，是吧？盆面稍微露出来一点根儿，看见了，这就是桂花的根儿啊，稍微露出来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别让盆面的土盖得太厚啊！就很多人遇到的问题就是土盖得太厚，根儿闷里了，产生的大面积焦尖，后期救不好救啊，它的个别枝条会死亡很多啊。所以说大家第一件事就是这么去做啊，盆面土给它抠掉拿掉，浇水之前啊，给它撒点微生物，是吧？让微生物啊到土壤当中去活跃一下啊，把它原先本身比较板结的这些土壤啊，看咱用完微生物以后啊，比较板结的这些土壤是吧？它都成这个颗粒状啊，都成颗粒状去改变。一方面土壤板结给它预防了，第二方面刺激它快速的长根的桂花后期就好养啊。一定要把盆面土往下拿。那么浇水要注意啊，桂花的土同样是不能干。刚到家的时候，盆面土湿啊，就是毛巾拧干的那个湿度给它浇水。你按照我的方法养护1个月以后，桂花没有问题，盆面土变成衣服甩干的那个湿度。咱们给它浇水就 OK 了。那么同样注意温度啊，20度以下，20度到30度，30度以上，桂花的一个光照的一个选择，20度以下直射光，20到30度上午光，30度以上散射光，然后配合的浇水用肥，那么这花养护起来就比较简单，比较 OK。保姆级的战斗机了啊，讲的非常细了，满脑瓜子汗，别忘了点赞关注啊。